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军哥。今天咱们那个年终硬菜系列先停一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也就是2019年12月7号的时候，我投稿了一个关于制作和牛熟成牛排的视频。但是制作这两块熟成牛排啊，实际上是12月03号，这边还有那个标牌嘛，写的清清楚楚的。制作日期是12月03号，那熟成完的日期呢是1月8号。所以就在今天，这两块级别都在 M4-5 左右的和牛细冷牛排都已经熟成完了。一块是黄油熟成牛排，而另外一块就是我用干式熟成袋制作的家庭熟成牛排。你别说500块钱买的这个干式熟成袋还是有点东西的，没想到竟然制作成功了。我看到啊，它这个表面啊熟成效果还是挺不错的。那我自己呢，从来也没有吃过干式熟成的牛排，所以今天真的是特别期待。经过35天的熟成，这两块牛排到底怎么样？整整35天的封印就要解除了。那么先打开来这个干式熟成的看一看。不是我吹哦，真的是这个袋子的功劳，把这个牛肉的水分都给排走了。看到它这个表面没有，形成了这一个比较坚硬的外壳。可以看到这个底部全部都是非常坚硬的一层，熟成效果相当好了，真的是。那这个外壳呢，其实在外国人那边他们叫做树皮，就是这一层外壳很有效的保护好了这一个肉，让它不会变质的同时嘛，这个牛肉本身自己含有的那个酶在里面进行熟成。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反正熟成出来的牛肉，它的质地会更柔软，也会有不一样的风味。总体来说呢，这块牛肉熟成出来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我自己呢也非常满意。那我们这一块牛排就切3厘米的厚度，好吧，标个记号。非常漂亮的这个肉，我已经看到了，真的非常漂亮。熟成出来的效果真的相当棒，看到没有？外圈有一层这个氧化层，然后中心嘛，它经过熟成之后，肉质变成这种暗红色了。闻一下它的味道啊，哇！特别浓郁的那种牛肉味儿，哦，非常不一样。跟黄油熟成比起来，这个牛肉的味道更重了啊，还有一种很奇特的香气在里面，真的非常美妙。这个味道，好想赶紧吃啊！这块肉，不知道小黄2号经过35天的熟成表现会怎么样？也是3厘米，切一下看看啊。哇塞，有点硬。说一句实在话，这一块35天的黄油熟成牛排，没有刚刚那一块小黑的表现好，也没有之前小黄1号60天熟成表现的好。比较明显可以看到，它这个脂肪的纹理啊，还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原先比较那种颗粒大、粗糙一点的感觉。刚刚那一块小黑可以看到，它的脂肪变得比较细腻、比较集中，感觉黄油熟成它所需要熟成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经过35天嘛，它的氧化层也比较少，只有这么一点点，看到没有？也闻一闻小黄2号的味道，表现的也不错。虽然没有刚刚小黑干式熟成那一块表现的好，但是闻上去真的也非常香。啊，这两块牛排真的都让我爱不释手。OK， 那这两块肉都已经全部切好了，经过35天的熟成，这两块肉脂肪分布的变化是第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还有另外一个，我刚刚发现，干式熟成这块肉，它的这个红肉这一个面积啊，对比一下这个黄油熟成，是不是小了一大圈？很明显的验证了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干式熟成它所带来的损耗会更大，但是它的熟成效果会变好；而黄油熟成它所带来的损耗会比较小，但是相对而言它的熟成效果也变差了一点嘛。那接下来我们就取下两块肉烹饪一下。分别从刚刚黄油熟成还有干式熟成里面取下来了厚度为3厘米的2块肉。像这2块熟成的肉，氧化层这一边就是变黑的这一块部分都是不能吃的，我们把它剔除。切上去的感觉啊是非常的柔软的。我把它脂肪也去掉一点，这样就修出来一块比较完美的这个长条细冷了。像这个干式熟成，树皮的部分切起来的感觉还是比较硬的。心痛啊，会切了这么多的肉啊，都是好肉啊。像我们这个脂肪部分也剔除一点，刚刚看上去差不多大的2块肉，这一块肉是不是明显小了一圈 ？OK， 刚刚这一些无论是干式熟成还是黄油熟成，剔下来这一些氧化层呢，到时候我们就把它搅成肉馅可以吃。这2块西冷牛排都已经被我们修好了，这2个分别都熟成了35天，但是用不同熟成方法所做出来的牛排，吃起来味道咋样？
OK， 那这2块牛排都已经被我们制作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切开来看看，它们里面会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先切这块干式熟成的，哇，小刀非常轻松哎。这次要做的是5分熟的，是不是差不多？颜色非常均匀。这次煎的还不错啊，这块是干式熟成的哦，这个汁水还是挺多的。接下来再切一下这块黄油熟成的。 切出来颜色也不错哎，非常正，看上去也特别诱人，口水都馋一地啊！颜色非常的漂亮，这一块牛排也非常棒。切这2块牛排的时候真的是特别香，馋死我了。按照国际惯例，观众老爷们先尝尝看。 接下来我来试一试，闻上去真的太香了，还是配上老朋友雪碧。干杯！那接下来我来赶紧尝一下，上面这个弯着摆的呢，就是黄油熟成牛排；下面这个直着摆的，肉比较长的是干式熟成牛排。我们先尝一块干式熟成的，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个味道。 这个口感真的是绝了，非常的柔软，而且它牛肉的味道特别突出，非常好吃。本来 M4-5的级别，这个牛肉不算特别好，但是感觉经过熟成之后，这个牛排的口感和香味特别突出，嚼起来完全不费力，非常嫩、非常软的口感，太棒了！这个牛排。接下来再尝一下黄油熟成的，不知道它和干式熟成比怎么样？ 也很棒，很明显的特点。这个黄油熟成出来的牛排质地会更加柔软，吃起来会更嫩一点。但是它牛肉味就没有刚刚干式熟成那么突出了。用这2种熟成方法做出来的牛排真的没得说，口感一流的同时，牛肉的味道也足够，真的没有办法分出谁好谁差。这2块牛排都非常棒，一个口感更软一点，另一个牛肉味更突出一点，但是它们的差距真的就有那么一点点。大家都知道和牛它的弱项就是在于它牛肉的香味不够，经过这样的熟成方法之后，我觉得弥补了它这一个的小的缺点，拥有口感好的同时又添加了它的牛肉香味。 第一次用这个家庭的冰箱，然后用那个干式熟成袋做干式熟成牛排，竟然真的成功了，而且味道还真不错。就是比较奇怪，没有网上说的那种坚果味，但还是非常棒。这2块牛排，今天吃的特别开心，真的，很久都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牛排了。最后再来一块，虽然这个牛排很好吃，但无奈胃比较小。你们能想象吃这么好吃的牛排吃到饱是什么样的感觉吗？我反正是感觉特别爽，我还是把饮料喝完。刚刚在切的时候，小伙伴们都偷偷尝了一下，那这一些也留给他们吃。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有关这一次熟成牛排的事情。无论是干式熟成牛排，还是黄油熟成做出来的牛排，总的来说这2个熟成方法都比较好。但是考虑到干式熟成啊，它那个袋子价格比较高，然后也比较难购买嘛。黄油熟成它的价格比较低，原材料呢也比较容易获取。如果以后我自己在家做的话，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黄油熟成的，因为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温度和湿度要求也没有那么严苛。做出来的味道也很棒。OK， 那这一次关于黄油熟成牛排以及干式熟成牛排这个视频就到这边先结束了。明天也就是1月9号，星期四了，该上视频的日子了。废话不多说，我马上去干视频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最后再说一句，还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多多点赞哟。